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加密货币的重要性。不管你是刚入币圈的新人，还是币圈的老朋友啊，作为投资者，不管投资大小，哪怕几百或者几千，我们一定要了解你进入这一个领域的金融发展走向，特别是比特币。我们都知道 MicroStrategy 再次增持比特币，在他们首席执行官 Saylor 看来，比特币的核心理念在于它被视为一种不依赖传统的交易或者第三方中介的优质资产，其独特之处在于持有者无需的频繁买卖或依赖公司提供的建议，便可以凭借它的自我增值特性实现财富增长。这一理念的根源在于比特币的价值并非来自传统的经济机制，而是源于其独特的技术背景和市场需求的推动力。 MicroStrategy 作为一家致力于比特币相关技术开发的公司，明确将推动比特币的全球化应用作为其使命。公司的长期战略包括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购买比特币，包括利用现金、债务融资、股权融资以及其他资本市场活动。这个目标的实现不局限于单一财务的手段，而是通过多元化的资本管理模式将其一一的执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加密货币已经从简单的数字概念发展为具有数万亿美元市值的技术，具有颠覆全球金融系统的潜力。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数字的崛起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他们不仅将其作为一种新型的资产，还用它来购买软件、数字、房地产等各种商品与服务。这种转变的背后，支持者相信加密货币具有重塑金融体系的潜力，能够将货币创造与控制的权利从传统的中央银行和华尔街手中解放出来。 MicroStrategy 的首席执行官 Michael Saylor 对此表示了强烈的认同，他将比特币视为一种数字资本，并预言它将被每个国家的政府、企业以及机构投资者广泛的采用。他认为比特币凭借其简洁性、技术优势和高效性，成为未来数字经济中的核心资产。与传统的美元相比，比特币代表了数字的时代的财富，就如同美元代表的是实物货币。Saylor 预见，随着全球经济日益数字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将会把比特币作为其储备资产，机构投资者和主权财富基金也会在中央银行之前采取行动，抢先布局数字资本。Saylor 进一步指出，比特币的崛起并不会动摇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他认为，尽管比特币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被接收一种财政储备资产，尤其是对于较小的中央银行而言，但这种接受将是渐进的，且不会改变现有的货币管理方式。即使比特币的价值飙升到100万美元一枚，它依然只会占全球财富的一小部分，就如同今天的黄金一样，虽然具有显著的价值，但在全球富豪的资产组合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如此， Saylor 相信比特币会在未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当它的价值逐步上升，并且被视为一种数字资本时，它将逐渐参透到全球经济的方方面面。比特币不仅仅是一种金融工具，它代表着从传统资本走向数字资本的转变。 Saylor 坚信，随着技术的发展，所有的公司、政府、投资者以及技术人员都将逐步认识到这一点，并以自己的节奏接受这种转变。他指出，虽然冲突、通货膨胀等外部因素可能加速这一进程，但比特币的传播并不依赖灾难性的事件，相反，它是一种更优越的技术方案。无论有无危机，它都会自然而然地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举例来说，假如像苹果这样的大公司将比特币集成到其他产品中，这种整合将进一步推动比特币的普及。 Saylor 提出，如果苹果将比特币集成到 iPhone 中，那么这一举动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也会加速比特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Saylor 的乐观预期并不仅限于技术层面的讨论，他认为比特币作为一种数字资本，
其传播路径与其他的数字技术如智能手机或数字照片的普及非常相似。在这里强哥要分享一下，如果刚进币圈的新朋友想要购买比特币或加密货币，推荐使用安全稳定的币安及 OKX， 因为他们两个交易所是最大的头部交易所，已经经历了多次的流凶周期，有着强大的用户基础。通过我下方邀请连接注册，每一笔现货或活跃交易，你都会获得永久 20% 的交易手续费。注册后你还会获得现货盲盒的奖励，还可以在币安及 OKX 上进行各种类型的交易，包括网格交易、现货网格、活跃马丁格尔、现货马丁格尔等等的交易，还可以一键跟踪活跃高手开单，大大增加了你活跃的胜率。而且 OE 还有 Web3 钱包生态，可以安全便捷的参与各项的链上活动。如果还有刚进币圈的新朋友不知道怎么下载、安装、KYC 认证、入金、货币买卖、出金等，可以看一下强哥这里两个视频啊，一个是币安注册买币流程实操讲解，一个是 OE 怎么注册、如何购买 USDT、买币卖币、出金等全程的实操演讲啊，我相信只要大家认识字，都是一看就会啊。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尽管比特币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它解决了一个核心的问题：财富积累和经济力量的掌控。如今全球大约有900万亿美元的财富，以美元计价，每年预计增长 7%到 10%。 在这种背景下，比特币若能实现10倍或者15倍的增长，其总市值可能从当前的 1.3万亿美元上升到20万亿美元，进而占据全球的财富 1%。 Saylor 坚信，即便比特币达到了每枚100万美元的估值，全球金融体系仍然会平稳运转。展望未来10年、20年，Saylor 认为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进程将加速，数字货币与智能技术的融合将彻底改变公司架构和金融体系。他强调，比特币不仅是一种优越的资产，而且比传统资产表现更为出色，具备每年 50% 增长的潜力。因此他坚信比特币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成为推动全球财富增长的重要引擎。Michael Saylor 将比特币的成功归根于其技术的简洁性和运作性的高效性，这与传统银行体系的复杂性和低效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 MicroStrategy 的首席执行官， Saylor 始终坚定不移地推动比特币的应用，并通过公司战略积极购买比特币。他强调， MicroStrategy 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企业，它在比特币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致力于全球范围内推广和支持比特币的采用。 Saylor 还指出，公司将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宣传来帮助其他企业了解并采纳比特币，倡导一种比特币的标准，希望其他公司也能将其纳入资本重组的战略中，从而推动整个行业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革变。Saylor 预测未来10年将是全球经济型关键的时期，尤其是在两个重要的维度上，数字货币和数字智能。他认为传统的模拟货币体系存在巨大的局限性和低效性，而随着数字货币的迅速崛起，金融机构、商业模式和整个社会秩序都将面临深刻的变革。大量的资本将从模拟体系转移到数字货币领域，而企业和个人将不得不适应这一变迁，从而改变他们以往数十年以来习以为常的投资和管理模式。Saylor 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也是另一场重要的技术革命。虽然过去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效应存疑，但 Saylor 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在过去1年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正在为未来的数字经济奠定基础。他推测，当前的人们正处于人工智能和数字货币大规模普及的早期阶段，将来这两者将以野火燎原的速度席卷全球，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比特币的增长潜力更是 Saylor 所特别强调的一个方面。相比传统资产每年大约 10% 的增长率，比特币的年增长率高达 50%。
这一现象源自于比特币的相对传统金融工具的高效性和热力学稳定性。Saylor 形象地将传统的金融体系比作一个热力学的装置，它虽然复杂却极不高效，而比特币则是简洁而强大的技术工具，能够以数倍的速度超越其他资产的表现。他坚信，随着比特币的推广和接受，这一趋势将在未来的10年迅速的加剧，被彻底颠覆现有的行业结构、商业规则和社会秩序。MicroStrategy 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Saylor 明确表示，公司将通过每个季度不断的购买比特币，利用现金流、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等多种途径来积累这一数字的资产。尽管当前无法准确预测未来10年 MicroStrategy 的将采各种具体策略来购买比特币，但 Saylor 坚信公司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比特币，并推动比特币的普及和教育。他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45000家上市公司，但当前只有 MicroStrategy 真正采用了比特币的标准。他表示，自己在与其他公司高管交流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建议购买比特币，并重新思考公司的资本结构。比特币的价格波动也引发了广泛的市场关注。近期随着美联储宣布降息，包括中国的央行降息，比特币价格大幅上涨，特别是在美国现货比特币的 ETF 市场中，几乎总能看到大量的资金涌入。市场对比比特币的乐观情绪正在升温。虽然伊朗这2天的战略部署发生变化，有所下降，但是投资者的信心还是会表明。但是随着加密货币未来的前景还是越加明朗，越来越多的人，我相信愿意将资本投入到比特币市场，它完全是一个潜力发展的数字货币，这一点应该都是共识的，毫无怀疑的。因为越到后面，比特币能在每个人手上数量是越来越少，包括我们现在的挖矿队基本上很难挖到对等的比特币，包括美国不管是谁竞选上，对于数字货币的一个支持态度都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了解了比特币的一个前景发展方向，我们就看到行情回踩的时候，可以投资一小部分放入里面，作为一个长线投资。有一句话叫什么？积少成多。我们一定不能抱着一下就想暴富这种心态，这是强哥一直在强调的态度问题、心态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我们刚进币圈的新朋友啊，一定是了解，经过自己的学习，每个项目去实操一下，知道了数字货币的发展前景。不管投资流币也好，山寨币也好，我们以小步前进，我相信我们始终会慢慢成长自己的。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如果大家喜欢，请大家留下你们宝贵的赞及订阅哦，并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